气郁体质，顾名思义，总会感觉莫名其妙的心情不好，或坐卧不安，或过于敏感，尤其是在阴雨季节，心中便会有3分压抑，也许只是一点小事，就会致使情绪失控。不仅如此，这种体质者的食欲非常差，会经常莫名其妙的叹气，较容易失眠，睡眠质量也不好，一般都很难入睡，即使入睡以后，也会睡得很浅，一点点小动静便会惊醒。由于吃睡都不好，所以这种体质的人不会为肥胖而苦恼。气郁者性格内向，一般分为2种，一种是内向的同时情绪平稳，话不多，所谓的钝感力，让人感觉比较温和迟钝；一种是内向话少，但是心里什么都清楚，而且非常敏感，斤斤计较。气郁体质经常出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白领阶层、行政工作人员、管理人员中，有的也可能跟幼年生活经历有关，比如说父母离异、寄人篱下等。气郁体质者易患抑郁症、失眠、偏头痛、月经不调等。对于气郁体质的女性而言，在疲惫时会常常觉得胸口胀闷，而在月经前会有比较明显的乳房胀痛和少腹胀痛，有的月经前特别明显，不小心碰到哪里的皮肤都感觉疼，甚至还会觉得走路的时候肋骨部位发痛，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气郁体质特征。气郁体质多指因长期气机郁滞而形成的性格内向不稳定，通俗地说，就是一种忧郁脆弱、敏感多疑的状态。一般来说，除了先天遗传的原因，后天长期的压力过大以及思虑过度造成这种体质以外，在面对突发的精神刺激，如亲人去世、突受惊恐等，也会诱发形成这样的体质，并且在受到刺激之后，他们的记忆力还会明显减退，变得健忘。导致气郁体质的原因一般有3点。首先是遗传因素，气郁体质与自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，比如说内向、不爱说话的人，往往属于该体质。如果父母本身不爱说话，很少和人沟通交流，有事都闷在心里，不和他人倾诉，情绪总是大起大落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把这个遗传给下一代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只能慢慢改变自己的性格，可以多和开朗乐观的人打交道。总之，要勇敢开口，多接触他人，内向性格是可以改变的。其次是压力因素，生活中处处都是压力，有些人懂得释放压力，所以一直都乐观。可是有些人却总是一个人扛，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了，也还是什么都不跟别人说，从来不跟父母、朋友倾诉，将有的心事都埋在心里面，长期如此也是容易造成气郁体质的。对此，建议这一类人要学会释放压力，比如说找朋友倾诉压力，比如说去做运动。当你全身心投入某项活动中之后，就会忘记烦恼和压力，结束以后差不多也冷静下来了，这个时候考虑事情也会找到新的突破点，让自己更快将事情或者说麻烦解决掉，最终减缓压力。最后是因为气不能外达。中医认为人体之气是生命运动的根本和动力，也就是说生命的活动需要依靠气推动。当气不能外达的时候，就会结聚在身体内部，从而形成气郁。其中人体的气除了与先天有关之外，还与后天的环境、饮食相关。另外，肾、肺、脾、胃等器官的生理功能也会影响气。总结一句话，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就是气在人体内运动的具体表现。对于女性更年期综合症，我们都不陌生，然而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，所谓的更年期综合症恰恰就是气郁体质造成的。女性性腺卵巢大约35岁即开始生理性退化，使雌激素的分泌逐渐减少，这一时期医学称作为绝经期。在随后时期，女性开始进入更年期，并出现更年期综合症，主要表现是妇女因卵巢功能逐渐衰退或丧失，以致雌激素水平下降所引起的以自主神经功能紊乱、代谢障碍为主的一系列症候群，例如易激动、易流泪、焦虑、消沉、抑郁、多疑、失眠、记忆力减退、注意力不集中等，而这些正是气郁的结果。
花开花谢自有期，新陈代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，更年期是人生的必然一站，宛如列车的一次转弯，发生颠簸，不够平衡是不足为怪的，没有必要害怕更年期出现的种种变化。只要在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就能顺利地度过更年期。要注意乐观开朗，情绪疏导，动静结合。同时，对更年期的生理与心理异常反应，要及时就医，求得答案，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调整。否则，郁郁寡欢、疑心重重，可能会削弱机体的抵抗力，影响身心健康。对于更年期的人，家人的关怀和理解非常重要。做儿女的，不妨用自己的青春气息感染父母的情绪，帮助缓解其心中的抑郁情绪。在某件小事上遇到矛盾，或是老年人唠叨的时候，千万别顶嘴，不妨让着点儿，或者避开矛盾的锋芒，说点高兴的事情，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。另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更年期综合症并不是所有更年期人们所共有的，而仅是在一部分人身上出现。对于这些人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确认识更年期所出现的这些情绪变化和心理问题。更年期的某些情志、生理与心理的失调是暂时性的、功能性的，因此不要惊恐不安。精神乐观、情绪稳定是顺利度过更年期最重要的心理条件。心理决定生理，当你的心理健康了，发生疾病的机会也就少了。忧思郁怒、精神苦闷是导致气血郁结的原因所在。气郁体质者性格多内向，缺乏与外界的沟通，情志不达时，精神便处于抑郁状态。所以，气郁体质者的养生法重在心理卫生和精神调养。气郁体质的人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抑郁状态，如果症状轻微的话，可以尝试自己来进行改变。下面将介绍14项规则，认真遵守的话，气郁的症状便会逐渐消失。第一，遵守生活秩序，从稳定规律的生活中领会生活情趣，按时就餐，均衡饮食，避免吸烟、饮酒及滥用药物，有规律地安排户外运动，与人约会准时到达，保证8小时的睡眠。2，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，保持居室整齐的环境。3，即使心事重重、沉重低落，也试图积极的工作，让自己阳光起来。4，不必强压怒气，对人对事宽容大度，少生闷气。5，不断学习，主动吸收新知识，尽可能接受和适应新的环境。6，树立挑战意识，学会主动解决矛盾，并相信自己会成功。7，遇事不慌，即使你心情烦闷，仍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让自己合乎情理。8，对别人抛弃冷漠和疏远的态度，积极地调动自己的热情。9，通过运动、冥想、瑜伽、按摩松弛身心，开阔视野，拓宽自己的兴趣范围。10，俗话说，人比人，气死人。不要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进行比较，尤其是各方面都强于你的人，做最好的自己就行了。11，用心记录美好的事情，锁定温馨快乐的时刻。12，失败没有什么好掩饰的，那只能说明你暂时尚未成功。13，尝试以前没有做过的事，开辟新的生活空间。14，与精力旺盛又充满希望的人交往。除了这14项规则以外，最好还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呼吸。方法是舒服地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床上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吸气和呼气上，慢慢将空气吸进肺里，让空气在肺里停留几秒钟，然后缓缓呼出。呼吸时要注意节奏，即有节奏的吸入呼出，一边呼吸一边在心里数数。同时，对于气郁体质来说，最重要的莫过于畅达情志了。以下6种方法可以帮助气郁体质者保持乐观的心态。1，豁达法。人有很多烦恼，心胸狭窄是主要原因之一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烦恼，一个人应该心胸宽阔，豁达大度，遇到事情不要斤斤计较。平时要开朗、合群、坦诚，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不必要的烦恼了。2，松弛法。
具体做法是被人激怒以后或感到烦恼时，应该迅速离开现场，进行深呼吸，并配合肌肉的松弛训练，甚至还可以进行放松训练，采用以意导气的方法，使全身放松，并除内心的私心杂念。3. 制怒法。要有效地制止怒气是不容易的。就一般情况而言，克制怒气爆发主要依靠高度的理智，比如在心中默默背诵传统名言忍得一日之气，解得百日之忧，君子动口不动手等等。4. 平心法。一个人应该尽量做到恬淡虚无，清心寡欲，不要被名利、金钱、权势、色情等困扰，要看清身外之物，还要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，陶冶情操，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还应该经常参加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社交活动和文体活动，广交朋友，促膝谈心，交流情感。5. 心闲法。有一句话这样说：眼底无私天自高。一个人只要有闲心、闲意、闲情等，就可以消除身心疲劳，克服心理障碍，保持健康的心态。6. 健忘法。忘记忧愁，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所赋予的种种乐趣；忘记痛苦，可以摆脱纠缠，体味人生中的五彩缤纷。适当的学会忘记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已变得豁达宽容，活得精彩。那么气郁体质的人如何调理呢？中医认为，气郁滞的调理原则是疏肝解郁，调畅气机。一般可通过膳食、起居、运动甚至穴位等方式进行调养。气郁体质说明气不顺，想要调理的话，在膳食上自然要多吃行气的食物，比如说洋葱、茴香、橘子等等。同时要记住的是，气郁体质的人特别容易上火，在平日里的饮食中要注意不要吃助阳生燥的食物，导致身体上火，加重身体的不适。应选用具有理气解郁、调理脾胃功能的食物，如佛手、橙子、干皮、香橼、荞麦、韭菜、大蒜、高粱、豌豆等，以及一些活气的食物，如桃仁、油菜、黑大豆等。醋也可多吃一些，尤其是黄花菜，也称萱草，古人称其能忘忧。肉食方面，适当进食驴肉、牡蛎肉、乌鸡、海参等。女性还可以使用玫瑰花、陈皮等泡茶饮。山楂粥、花生粥也颇为相宜。忌食辛辣、咖啡、浓茶等刺激品，少食肥甘厚味、收敛酸涩之物的食物。很多人的气郁体质是因为心情不好导致的，想要调理的话，建议多多锻炼身体，因为通过运动锻炼能够增加身体内的气血运行，调整自身的食欲，改善睡眠质量，从而帮助调节体质，改善心情。气郁体质的人心情保持顺畅的话，才能让体质得以改善。气郁体质的人可选择强度较大的运动，如跑步、登山、游泳，鼓动气血，促进食欲，改善睡眠。选择下棋、打牌、瑜伽等体育游戏，以闲情逸致，促进人际交流。根据自身情况及喜好进行选择。每周可进行3至5次运动，每次至少30分钟，尽量避免独自运动。环境起居方面，应多参加集体活动，增加社交，放松身心。多听一些节奏明快、旋律优美的乐曲，以舒展身心。春秋季季情绪急躁，秋冬季触景生情，保持一颗平常心。多参加社会活动、集体文娱活动，常看喜剧、滑稽剧以及富有鼓励和激励意义的电影、电视，勿看悲剧、苦剧。多听轻快、明朗、激越的音乐，以提高情志。多读积极、鼓励的、富有乐趣的、展现美好生活前景的书籍，以培养开朗、豁达的性格。在名利上不计较得失，胸襟开阔，不患得患失，知足常乐。肝气郁结者居室应保持安静，禁止喧哗，光线宜暗，避免强烈光线刺激。心肾阴虚者居室宜清静，室内温度宜适中。注意劳逸结合，早睡早起，保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。常用来理气的穴位有中脘、气海、内关、山中。可以在每晚睡觉前或春天来的时候，把两手搓得很热，擦斜肋部，左肋是肝脏功能行驶的通道，
并可自行按摩太冲、山中等穴位。太冲穴位于足背侧第一、二指骨结合部之前凹陷中。山中穴取胸前第4类间隙与前正中线之交点取穴。还可以艾灸气海穴。气海穴在下腹中，肚脐中下1.5寸，